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这老师看起来有没有身体比较小，然后场景比较大？哎，之前有人说老师那个直播的时候，那脸太靠近，那脸太大了，看起来不舒服。啊，没有，因为老师今天呢在我们的咨询室直播啊，那所以是说那个场景比较大一点，哎，比较可以控制一点，好吗？那刚才有个威廉哈，他先问了，老师先回答哈。他说明年世界上会不会爆发经济大萧条？也就是他说的明年就是2024岁是甲辰年嘛？那甲辰年会不会有经济大萧条呢？其实这个几率是不高的哦，几率是不高的。那个别的国家经济会比较糟哦，尤其是西方经济会比较糟。这等一下我们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系的哈。那首先老师还是先转一件事情哈，就是老师从明天开始哈，一连5天的时间，老师是不在台湾的哦，老师要去那个上海跟杭州，我们去出差一下。所以说我们现场预约的哈，其实各位发现都没办法，老师回去都跟你讲没办法，不好意思哈，因为老师下周啊整周的时间，老师要去中国那边出差，要去上海跟杭州，所以是说呢，那个下周我们的实体咨询哈，你找陈老师的可能都抱歉了，可能要再晚一周；找金毅老师的他可能也没空，下礼拜他很忙，他可能下午有空了，但是你其他时间他可能没空，好吗？还有就是说，第二件事跟大家抱歉哦，跟那个中国朋友抱歉一下，就是说我们点灯法会啊已经开始报名了，但是呢，中国版的老师这个拖了好几天一直没有出来，老师是因为老师遇到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因为这次的点灯啊，我们项目比较多，那这个老师用的这个 WordPress 啊，它这个网站系统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然后又可以结合到这个支付宝支付或者微信支付啊，所以老师现在正在想办法哦，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大家可以快一点把它可以接受报名。但是老师下周一定把它搞好，好吗？我出差中国的时候，我还是一样会带电脑，所以我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技术问题把它克服。那中国以外的朋友，或是你在中国你有银联卡的，你可以用我们国际版来报名，因为它是可以接受银联卡的哦。你只要写信用卡，然后输银联卡的账号就可以了。那这个我们今年灯种比较多，老师在上周三我们已经有更新了。在我们的报名网页里面有跟各位说每种灯种它的意义在哪里啊，各位去看就好了。那另外呢，我们的那个榴莲报名啊，榴莲的批算的业务啊，那现在也是在持续接受各位的报名啊。那相信各位大部分都收到了，99.99999%应该都收到了。好，那所以是说，大家还没有报名的哈，批榴莲的那尽量了。老师希望各位啊，能够在这个跨年之前报名好啊，因为老师所有的这个流年批算的时间呢、都一定是在每一年的阳历的1月1日起到12月31日。如果你是1月5号才报名，那就会从1月8号开始啊，晚3天开始，然后报到，然后给你批算到这个那个什么12月31号。所以是说啊，这个时间一定是说你越早报，那对你来说是越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还没有留言报名的，好，那老师的这个下方啊，这个状态列也有你的报名的管道，好吗？好，大概就这样哈。我们前面宣达的事项就这样。好，记得哈，那个下周老师不在台湾哈，那就是所有事情叫金老师在台湾帮陈老师去代办啊。那如果在中国，你在杭州或者在上海的，要跟老师约的，然后呢，你可以跟老师用微信联系一下，那我们瞧看看有没有这个时间，好吗？好，那记得哈，跟老师见面呢，无论在哪一个省份哈，你不要约老师去吃大喝，或者是请老师喝酒哈，这老师在外面不喝酒的，好吗？我先说一下哈，这老师在外面不喝酒，也不吃大餐的。你跟老师如果要约吃饭了，老师这边还是宣达一下哈，我们就吃最简单的哦，你一碗面也可以，那也不喝酒，喝茶可以，喝咖啡可以，老师就是不喝酒。啊，你任何地方老师都是外面，只要走出家门，老师是不喝酒的。好，这个是各位要去注意一下，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题目哈。其实我们这个礼拜发生事情是蛮多的哦。那首先呢，我们先从时事以外，我们先来谈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世界啊，在这几十年的经济高速成长的一个时代啊，无论是美国，无论是欧洲，无论是亚洲、台湾，或者是日本，或者是韩国，或者等等地方，甚至马来西亚啊，等等地方，在这几十年来，我们迈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成长期。那最早期的呢，它是一个人口红利，就像中国啊，像台湾啊，像日本，这些都有人口红利。日本比如说没有，日本是二战之后它有人口红利。啊，日本刚开始其实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起步啊，其实脉络都是一样的。什么叫一样呢？人家说日本制造的，是不是它的品质就很好？不是哈，二战之后，日本是全世界粗制滥造的代名词。要听清楚哦。日本在二战之后啊，接受美国的辅助啊，来去帮他们去引进他们工业，让百姓能够有工作做啊。当时的日本产品那叫做粗制滥造哦，这个绝对没有污蔑到日本，那是正确的。
它是后来不断的因为去仿冒欧洲的、仿冒美国的哦，仿冒这些英国的这些制品，所以说它不断的仿冒之后，它的技术就起来了，所以说它的工艺的水准越来越提高。那这个就是在他们有人口去进行的工业化的改良，就是有这个脚步。那日本之后就到台湾，然后那还有香港这两个地方是同时去快速发展的。所以是说啊，人口红利啊，这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之间呢、我们一直看到这个东西是不断的成长，而到近20年呢、它就不是人口红利而已了哦。除了中国以外的地方，它就变成的是科技红利。什么是科技红利呢？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推陈出新，我们出了很多的手机、很多的电脑、网络，还有任何一切跟我们改善生活品质所有用得到的家电，它都属于科技红利。所以说，当出现一个新商品的时候啊，百姓就会趋之若鹜的去购买回来，来去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有钱了啊，坦白讲，因为有钱了，你人口红利之后，你就有这些收入，有收入之后呢，你就购买很多的一些小家电、大家电，或者是一些高档汽车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像台湾啊，过去在那个可能在50、60年代的时候啊，它那个经济大爆炸的时代啊，哦，那个宾士啊，什么劳斯莱斯啊，台湾人真的是或是什么名酒啊、XO 啊，台湾人一罐整个喝下去的，人家是到了那个几 CC 几 CC 的20 CC 来喝的，台湾人是直接在酒店直接给你一罐给你灌下去，显示的你很豪迈。哦，因为有钱了，所以我们就享受到科技红利。说制造科技相关设备的，无论是它的配件、电线、旋钮，讲到旋钮，各位讲到第一个人，电视的旋钮或者收音机的旋钮，制造最厉害的是谁啊？谁靠这个起家的？郭台铭啊，我们的郭台铭，他就是靠这个电视的旋钮开始起家，那后面才去做一些他的那些工业的配件或是高科技的一些配件啊，包含到连接器等等之类的。所以说，在高速发展的时候，这就变成科技红利，说人口红利、科技红利，然后让我们的亚洲地区啊一直不断的往上迈进。当然，美国也是一样，美国它也是到这个二战之后，他们人口红利伴随着科技红利，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在战火之后找到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国家还是跟自己差不多的皮肤、差不多的颜色、差不多的习惯啊，甚至差不多的饮食。那个地方首选，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加拿大。第三个是澳大利亚，然后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新西兰，台湾称为纽西兰。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就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人在安逸之后啊，就容易陷入了停滞。所以说，在下一个发展的世代里面，它就变成了中国。中国的人口红利啊，是因为有那个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对不对？很多的一些人祸啊，坦白说的是人祸。所以说他们的那个发展速度啊，延缓了10年之外哦，那他们整个被破败的还蛮严重的。所以说他们晚了10年到20年的时间开始进行这个人口红利啊，就是包含的是说你在00后啊这个人口大爆炸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他们也享受到了工业红利啊，也就是所谓的科技红利里面附带了基础工业的红利，所以他们也享受到这一波，跟日本一样，跟香港一样，跟台湾一样，跟韩国一样，大家都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让他们的经济快速的起飞。而中国有比他们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拆迁红利，对不对？人家说的房子被拆迁了，那哭爹喊地啊！比如说我们台湾的南部某某的地方，你要做拆迁了，对不对？开玩笑，那个事情大了去了。台湾以前各个地方做拆迁了，这问题都很大。但是中国做拆迁不一样，对不对？欢天喜地，普天同庆，对不对？大家全部额手称庆，我家被拆迁了，对不对？我可是什么？我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好歹我是拆二代，怎么样？就是我老子的房子还被拆迁了，对不对？拆迁了不但给你钱，还给你房子，是不是？那有些不是热门的地方是给你城中村，但是有些地方是直接分配另外一间的房子给你住，然后呢，然后他再给你一大笔钱，然后盖好房子也分你一点。所以说啊，这个拆迁的红利啊，在中国是很特殊的一个环境，在其他国家是非常少见，你几乎看不到其他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拆迁红利。当然，中国它也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做了比较不一样的改革，是在哪里呢？而是在于教育的平准化跟教育的普及化。所以说，在美国，好，在其他国家就没有做得这么好。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或者是那个欧系国家或是美系国家他们没有教育，而是他们要做出来，像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一个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就是他要培养一大堆没有什么太高文化的人，他们只会享受生活，然后去追寻的资本家给他们的一些理念理想啊，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就是 enjoy my life，对不对？啊，这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一周工时不能超过多少时间，就是因为我们要自由。那你书也不用念很高，是不是？你就会端盘子就可以了，对不对？啊，虽然像之前老师在那个
4年前呢，老师在看那个美国选举的时候啊，就有一个英文老师啊，他是美国人，美国人的英文老师，他应该是犹太裔的美国人的英文老师，他就说特朗普的英文，他的用字遣词大概就像美国小学4年级的水准，这个我是听不出来啊，因为我大概跟他差不多水准，跟他更低。所以说这就蛮有趣，就是说中国就另外一个模式，就是他们的经济的、他们的那个知识的深耕的广度啊，它其实蛮够的，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宣传，你打不赢官二代，你赢不了富二代，但是你要靠知识来翻转人生。说这个口号啊，其实让他们的现在的高考的人数啊，真的是一年1000万。1000万以上的人是从高考的大学校门出来，一年是1000万，10年就1亿，中国才几亿人了，对不对？你过不了几年，中国每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大学生，有没有很可怕？那还蛮可怕的制度，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享受了工业红利，然后享受了这么多红利之后，整个中国的带出来的亚洲经济就变得不一样。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想到的一件事是说，我们不可能再享有人口红利，也就是说，我们靠买卖不动产，你是很难发财的。过去我只要买房子，我放2天，有在台湾呢，没有很夸张哦。老师以前这个在20年前吧，应该是20几年前了。房地产那个时候是零头款你就可以买房子，对不对？老师有一些在那个青年商会的朋友啊，他就是买房子刚买下来6天之后，他赚80万换手，哦，6天哦就赚了80万就换手了，对不对？等于说你每一天拿回来，每一天你赚了10几万，一天可以赚10几万，好，交易就是这么样的热络。但是那个时代不会再来，为什么？那个时代跟我们去年所不断的谈起来这个大衰退和大崩溃的时代，这个专题是讲到的一样。他们是因为有人口红利，所以你才有这些不动产的红利，你才有这些基础建设的红利。但是现在我们眼睛能看得到的地方，包含越南都没有这样的红利，因为大家的生活的素质已经被固定住了。我不需要生这么多小孩来为我的家提供劳动力，然后来争取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善的空间。所以是说，为什么过去男丁很珍贵？就是男丁生出来，你才能够去干活，你才要去耕田，你能够才去搬重物，然后怕你去挑粪，你也这男人去做。那女人呢？你到了一定的水准之后，你的体力一定不及男人，这是生理的问题。所以说，就变成你只有生育的角色，那当然女权的素质就比较低。这是现在我们力所能及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目光所能够触及到的，绝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啊！大家生态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接下来的经济就是另外一个经济。各位你要去注意好，这老师在 P6年里面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未来该怎么样是好？在未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去讲这个东西的铺垫到现在，最主要是跟各位讲。未来你现在所能够去很轻易在那边可以旅行的地方，如果你不能很轻易在那边旅行，代表那个地方有危险，比如说缅甸，对不对？你现在去就很危险，是不是？你现在去阿富汗，你也可能也很危险；你去叙利亚，你也可能很危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你去旅行不会危险的地方，那些地方我们当做一个分界点安全的地方。你要赚取你要让你自己的未来能够有竞争力，你一定要提供的只有基础技术能力，这个就是未来最大的一个趋势。什么样是社会基础工业技术能力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社会性技能。那有些人就说，老师，你别老是讲这个我们不可能去当什么水电工，也不可能去做什么。这个你想到这个事情，你就把老师所跟你们提的事情想的只有到第一层，就是我维持我自己的生计。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你要想到第二点是什么？各位你要知道，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不一定都是最高端的，都不一定是最高端的。有些东西是它非常的 low， 但是它挣非常多钱。譬如是说水肥大队长抽水肥挣不挣钱？各位这个东西啊，各位心里就应该有底。抽水肥的你没见过穷人，做污水处理的他赚到不要不要的。做这个猪饲料卖那些什么叫收水的，开玩笑，收集起来垃圾变黄金。甚至还有人养蟑螂在中国是有养蟑螂的行业哦，养蟑螂去吃的那些本来是有毒的废弃物，或是一些不能够被很容易降解的、很容易分解的废弃物。所以说这些就变成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技术红利时代。为什么？因为当大部分的人去追求高知识的时候，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像蘑菇状的一个状态就像蕈状元这种核弹爆炸一样，它就变成头部很大，底部很窄，
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在这个人口的红利时代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让百姓他有知识，他有知识，他能够去学到很多东西啊。我们就学到各种大学生啊、研究生啊或者博士生，所以造成了一大批的年轻人一直不断的往上，造成中国现在的状态。但是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看到技职的技术人员的、高职的、大专的，就变成下面的细细的一条。为什么？做工不出头。你当做工的，你怎么可能让改变你的生活？但是事实上，我们真的去看，无论是台湾，无论是中国，无论哪个地方，很多做工的、路边开修车的，哪怕你修摩托的，你收入可能比博士生还要高。贵东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你未来的东西，你要先去思考，你自己维生当然是社会性基础技能，但是如果你有头脑，你不但有高学历，你有高智慧，你还有商业敏感度，你就可以把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做成最高的。比如是说什么中国的网约车，网约车不就是人只要上网叫一下车就来了吗？对不对？这个可是一个大饼。为什么？因为世界上很多财团都是在想要去不断的去融资给滴滴，融资给 Uber。各位你要知道。Uber 它是有滴滴投资，滴滴也是有 Uber 去投资的，还有 Grab 去投资的，所以这个很基础，对不对？开车谁不会啊？是不是？未来你还可以用网络去开车，但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不然我们现在常常用的外送，外送它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但是它给一般的基础外送员，它可以得到温饱之外，那么那些在机房里面、在办公室那些不干事的那些客服人员，还有网络设计人员，是不是？他们是不是就赚很大？也包含了，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次的乌俄战争，他们要去制裁很多俄罗斯的一些大企业家，还有富豪。那富豪干什么的？不是做什么高尚大的，他也不是什么军火之王，他做什么？卖巧克力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很多事情他是因为大家需要他，所以说他就默默的去赚钱。但是我们却认为我们一定要做高尚大、高精尖，那这个东西才能够赚钱，这个是错误的。高精尖的东西已经有人去顶这个位置，就像蕈状云一样，蘑菇状的这个产业趋势已经成型了。所以说，当你没有办法从基础工业里面找到你的红利点的时候，未来你要发展是很难的。就简单一句话，现在35岁的人，老师在好几年前就讲过了，你到35岁，你失业概率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新生代他有的技术、有的技能、有的知识、有的水准，他是比你的东西还要来的更加的专注力更高。我们是需要新创的，而不是需要经验深厚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因为经验它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但是你的创新是必须要从完全不懂的人，他才能够破旧立新，他才能够成就。所以说，现在我们各位要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它会回归到以技术为本位，而且是以跟人息息相关技术为本位的事情，它会成为未来所有企业里面你能够抢市场，能够去贴近所有的消费者他的体验里面最高的东西。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在中国，你直播带货为什么这么可以造就得出这些李佳琦或是等等之类的这些小杨哥之类的人？他们这些人尤其小杨哥那些，他们长得帅不帅？他不帅，他不帅，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几亿的网红？就是因为他卖的东西是贴近每个人的生活。那李佳琦也是一样，他就是卖给女人的东西，卖给这些化妆品、保养品。所以说这些东西，它的技术门槛并不高，但是它能够给人最基础的满足的时候，他就挣到最大的钱。这样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是说，如果你现在要培养你的小孩，要去想到一件事情，你不要一天到晚鼓励他去念博士、去念硕士、去当什么医生、律师、会计师。我告诉你，医生、律师、会计师现在很赚钱的没有几个。这个老师念法律出来的，我就跟你讲，那为什么后来我没有坚持去搞律师？因为他本身就不赚钱，我很喜欢当律师，对不对？这跟因果有关系。那当律师很好啊，是不是？对不对？那个金老师都说我是送棍。是不是？因为我解决过类似很多的问题啊，但是各位，我不是律师你不要来问我法律问题，这是违法的事情不可以老师不能做这件事情，这是私下的讨论的时候可以这样的沟通一下而已，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律师一庭才6万块、7万块，对不对？你一打半年，你一个律师能够承受多少案子？当然问题是很大的，是不是？医生，你像中国医师、台湾律师，你这技术很好，但是你每天开的刀，你跟你的所耗费的成本、跟你的时间、跟你的健康是差太多了。所以说，医生、律师、会计师，你一直鼓励小孩去做高精尖的，其实是没有办法维持太久的。你就算把他培养，让他进去什么半导体产业、晶片产业，什么那些很厉害的产业，这些东西，它只有需要极少数的人，你去分这么大一个大饼，
那这个投资其实对于时间成本来讲是划不来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培养小孩子他的话，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学什么都可以，你至少有一个立命保身的专业性技能，而且最好是社会性技能。那么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好过。比如在中国吧，老师也建议很多人，你现在面临失业，或是你觉得你人生上一个阶段已经玩砸了，对不对？不要说老师都不知道你们玩砸的心情，老师生意失败的次数多了去了，我就是铁头，我就是脖子硬，我就是一直失败一直做，对不对？这个我这打不死的蟑螂，是不是？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你就一定要再去找什么工作都一样，你先去考一个你可以证明你自己能力的证照，比如说厨师，比如说水电，比如说堆高机，对不对？你今天没有学历，你只能去搬砖，同样去工地上班，你会开怪手，你会开推土机，你会开吊车，请问你还需要去搬砖吗？不用，你花的力气少，你的收入还很高。所以老师，就一开始我们讲这一些，先让各位先去明白，2024开始是整个时代大变革的时代。我们过去所认为它是很容易做的、很好做的，它很容易成功的，它是一个白领阶级，它是一个让我们羡慕的阶层的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不是成千上万人在跟你竞争，而是百万人以上在跟你竞争，以百万去计。我们不要说只有中国有百万人去计，我告诉你，中国人才四处流窜。对不对？跟台湾人以前四处到世界各国去开工厂，各位你可能不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比如说电缆，比如说一些通信，还有很多一些基础工业，包含螺丝、五金，对不对？废五金跟新五金，还有一些钢材，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一些卷线的一些基础工业，很多都是台湾人到世界各地去开的。我告诉你，台湾人在世界各地开的工厂，你真的去翻出来，你会看到50、60年代的人，他们到世界真的是开了无数的工厂，然后中国福建人在世界开了无数的餐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中国人喜欢开餐馆，台湾人喜欢开工厂，所以说在这个时代的变迁里面，你们要去了解的事情是需求在哪里，你的生意就在哪里；需求在哪里，你的未来就在哪里；需求在哪里，你的商机就在哪里。各位，你一定要记懂老师这个意思，好吗？所以，我们第一段来讲的是净人口红利啊，跟了科技发展红利之后啊，我们未来要去追求的一定是技术性红利。你不要真的觉得修水电没什么容易，你把水电整合起来变成一门通路的时候，你就发大财了，对不对？凭什么轿车可以有通路的，你那个水电不能变通路呢？对不对？开锁都可以变成通路，是不是？美食都是变通路了，吃东西就变通路了，变外送员嘛。对不对？所以说美团做什么？你以为美团它只是送外卖吗？没有，它是生活百货它都卖。像老师在中国那个行李箱突然爆了，为什么爆了？不知道，反正中国货 Made in China 用2次就爆了，怎么办？点美团点一点，叫他去帮我去百货商场把新的行李箱拿过来，旧的直接丢旅馆，是不是？所以说生活百货这是美团在做的事情。那饿了么它只做美食。所以说两大孰轻孰重，那就真的是很难理解了。包含抖音现在都在做外卖，那它未来会触角延伸到知识教育，延伸到各行各业的机会也是很大。所以说，从中国我们要去观察中国它的经济发展从哪一个角度去做的时候，它在世界各国都有我们复制的机会。但是中国到现在技术红利它还没有完全的被百姓所了解，很多国家也都是一样认为高精尖才是前景，绝对不是，好吗？好，我不要浪费太多时间了，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学老师，国民党当选会影响统一进程吗？不会，那个没，我跟你讲了，台湾选你选谁都一样的，选你喜欢的吧，好不好？我不帮别人拉票，我也不帮别人站台，是不是？老师的立场一向都这样，都是这样子，好吗？那中国他要做的事是固定的，中国是也要好于其他国家基础教育，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的确是这个样子。没有那么多工作，现在产业还没起来，有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你不知道，你没有去调查而已，好吗？你要去调查才对的。老师在中国的时候也要如此风格说出我们一边一国，在中国就一直讲啊，我哪有什么不能讲？在中国见过我吗？对不对？你在中国有见过我吗？你怎么知道我不敢讲呢？我告诉你啊，你们很多人都以为是说中共去钳制什么，在你去那个小餐馆里面，大家他妈讨论政治一狗票，是不是？他妈喝醉了，那边这胡说八道了一大堆，对不对？那个是我不敢讲，奇怪了。我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公开讲，我们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去讲，当然可以，对不对？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吹牛逼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在公开讲？是不是？你一定在这酒席之间讲，你在应酬之间讲，在聚会之间讲，是不是？你真的你觉得
你觉得你自己私生活都可以摊开于众吗？如果你不行，那对小至个人是这样，那国家也是一样的事情，好吗？从下水道一次3000块，在中国真的是很贵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很贵，好吗？好让人皮特啊，我就知道一听就是你这个。不过这好，是老朋友了，对不对？你真的老是反骨，但是我觉得很棒哈。现在看到你的民主斗争，也觉得很开心。我说真的，老师在 P60的时候啊，就看到很多新朋友跟老朋友啊，看到老朋友的时候啊，老师就很暖心，就是想看看他过年过得怎么样。但是老师也不能太去关心，直接问你们最近怎么样？不行哈，因为我们的行规就是不能干预你的生活。但是每一年看到一些老朋友回来，我都觉得很开心啊。当然给我生意开心是一回事，我是很开心啊，我们可以一直维系这个善缘。那有些朋友他越来越好，那真的是老师觉得很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吗？国内是高德哈罗也分享这个市场是没错的哈，这个也是有，老师也是用高德叫过车，但是呢，通常滴滴叫车它可以叫专车，但你说那个美团叫车或者是在那高德叫车，它叫便宜的没错，但那个司机脸很臭，我的后来就叫专车，不然那个脸才太臭了。啊，博士，你是不是有科研成果、研究岗位才有高工资？是的，没错啊，这是这啊，这会讲没错哈。好，感谢林冠赞助，感谢林冠赞助，谢谢大家的赞助哈。刚才有没有赞助？我没有看到，好，没有。好，感谢林冠赞助哈，谢谢。好，那我们不浪费各位的时间了，我们继续下去我们的一个主题。现在好，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呢？现在是一个划时代的时间要开始了，各位你要去注意到这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对各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是中国它已经研发了第一艘核动力货柜船，这件事情就完全印证老师过去对这个能源市场的预测。老师过去就跟各位讲，这个中国为了去避免这个样子的能源危机，它一定会去打好所有能源通路，包含了在他们自己国内去广设核电厂，它一定要让这个核能的替代率啊，就至少可以达到50%以上，这样中国的能源才能够稳如泰山。中国的能源对他来讲，其实是跟农业一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各位，我们先从这个核动力货柜船来看起来好了。各位你要知道，海运啊才是世界上所有贸易的最重要核心。海运哦，它是全世界贸易的终极核心。你没有海运，那你的空运其实只靠空运啊，我们的物价至少要翻3倍。各位，你先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说，海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海运这里面呢，包含它有很多很细的活，老师就是海军出身的。一艘船里面，它有很多的科技，也有很多的工业，然后它不是很多的一些蕴含在里面。无论是油机或是电机都是一样，很多需要专业人员去处理。但是唯一我们不能够规避的就是能源。各位你要知道，能源是不可规避的，除非你是开的是那个以前的在那个什么中古时代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里面的，靠的是3轨大帆船哦，三颗那个桅杆做出来超级大帆船，然后让西班牙无敌舰队驰名于天下，那这个可以。对不对？就当时的能源就是风嘛，风力就是就可以，你只要懂风，懂气候，你就可以驰骋天下，是不是？那但是在现代你就不是靠风了，然后你现在要靠就是能源啊，你要买就是那个柴油的船舰，不然你就是怎么样？不然你就是柴油了，就没有了啦，就是基本上都是柴油。而油耗在所有的这些海运里面，它都会占他们成本的30%啊。这老师有去做过功课，油耗在这个货运行业里面啊，货运的航行里面啊，它占了30%的成本，30%哦，你等于说你缴给海运行里面，你给他1000块的运费里面，好，它300块，好，它是1000块成本里面呢，它300块就是油。那如果中国这个航运船它的成本已经现阶段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技术如果航行个2-3年，它是完完全全的是可以稳定的航行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整个造船业它就要造出很多很多不计其数的核动力货柜船。也就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只靠着我们传统的海上丝路以及它的陆上丝路或者是天空上的航道，而是在于它的轮船不用加油。懂老师意思吗？当轮船不用加油的时候，它的货运成本降得极低，就是你的这个货船的营运成本而已，对不对？那你的核能它怎么维系？这个老师不知道哦，这个我不是这个理工科的，我就是一个文科出身的，文科出身的，所以说我不能跟你讲太多。它关于这个维护这个核动力到底有多贵，但是从俄罗斯跟前苏联的模式比起来，这个核能动力的货柜船，它可以运载足够的货柜。
的数量，然后它可以无限制的航行，那么它的货运成本降低了，它的运费是不是也就降低了？当全世界都要负担30%的油耗成本的时候，中国这个油耗成本降到我们不要说多，好不好？不可能毫无成本，好吧？我们就讲的最简单的损耗，只要原来的10%就可以了，好不好？原来30%，它现在只要10%，那么它是不是可以降20%的运费？那么它降了20%的运费，请问一下，全天下各个国家的造船厂，他们还有没有生意可以做？各位懂老师的意思了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划时代，而且是绝对会影响全世界的变化，包含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就跟这件事是以绝对的关系。也就是说，当它有第一艘核动力货柜船，它已经要试航，要去营运，然后可能半年、1年之后，这个事情是可行的，那么它就可能造出来第10艘、第20艘、30艘、50艘，甚至上千艘的货柜船出来。它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航行，当然不是只有中国自己用了，他们也有可能有卖给其他国家，也有这个可能。但是按照核不扩散条约，可能这个核货柜船就只有中国可以用。那如果核不扩散条约是可以限制中国不能卖核动力货柜船到其他国家的时候，那中国的航运可以主宰全天下的航运设备。各位要知道，像台湾以前台湾以前我们的一个那个货柜船是很多的啊。台湾以前毕竟我们经济发达时代，所以说我们货柜船是很多的啊，船公司也很多，到最后都被某荣或是某万全部给它打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用低价去销到你小的货运公司没办法跟他竞争，就一家一家的倒闭，他就一家一家的把它并购他们的客户。所以说到现在，它变成是台湾最大的海运公司。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其他世界各国也都是一样的一个类似的模式，资本的密集度嘛，对不对？那如果中国它的港口都已经开始逐步的都是自动化了，因为疫情时代他们更去仰赖这个全自动化的港口的一个装卸。那现在如果连轮船它都只需要换人、换水、换食材然后呢，这个船都不用起火的，它就可以不断的一直在航行。那么全世界的整个海运的篇章将会由中国写下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个技术，法国也有，英国也有，美国也有，俄罗斯也有。说坦白了，这些核能的国家，这几个国家都是佼佼者，而且都不亚于中国，甚至都是比中国强的国家。但是它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有困难啊，不是说不能，可能里面只有俄罗斯做得出来。为什么呢？俄罗斯它有核动力潜舰的一个经验嘛，再加上造船公司基本上在中国是属于国有的，所以它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去做研发，来去做进展。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欧系跟美系，这些都是民营的国家，你要让他们能够得到制造这个核动力的货柜船这件事情，他们的事前成本会投资的很多。而且中国已经造出来了，中国的造船的速度绝对会比他们来得快。那么以后，那一些民营的公司，他们最多来中国去投资这些航运公司、这造船公司的股票，但是他们要去真的能够做出来，去跟中国去拼你造船的工业力以及还有你的成本，那有困难，不是做不到，是真心的是有困难。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的航运、整个海运、整个世界的成本的一些支出就会变成很有趣的状况产生。为什么很有趣？因为各位你要知道，中国做这个所谓的核动力货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什么？是你只要先把这一个先做好，因为它做的速度它是一个很小型的反应炉，它不是跟核电厂一样这么大的。那么你这个只要做了，你的输入性通膨就可以获得有效的控制。也就是说，你去其他国家去载回来你国家所需要的物资，那么你的运费就先打个多少？打8折。当你的运费先打8折的时候，那别的国家假设它已经有通膨了，那从运费之中我们把它省掉了，是不是我们进口成本一样是降低的？我们进口成本如果已经降低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他们自己国家里面的物价是不是波动就会小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这老师以前在开网络公司的时候啊，各位这可能各位有就不要讲名字了，好不好？老师以前卖手机壳卖到下叫，我跟你讲真的 ，iPhone 5、iPhone 6手机壳卖到真的在台湾真是下叫，真的是翻过来翻过去的，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第一个是知识落差，第二个就是航运的落差。因为一般的人你要去进口这些手机壳是不容易的，但是老师有管道，所以说我就得到了一些你们一般百姓得不到的货运的价格。所以说我卖出去的东西是你直接从网络上买，你可能还会比我贵的啊，这个就是一个特色。那中国有这个特色的时候，他们就取得了这个运费的红利，还有他们通膨的抑制力。所以说，中国未来的百姓的经济啊，可以维持到会越来越平稳的状态。因为中国现在的通膨还是很高，尤其是上海，吓死人哦！那个上海，我就觉得奇怪，你上海人怎么活下来的？那真的是物价高到一个胡说八道。我真的觉得在上海我都活不下去。我说各位说老实的，我在中国的，我可能在上海，我可能活不了2个月，我可能就要去路边讨饭了。中国也没乞丐，对不对？有乞丐的话，我还不能随时去乞讨，就拿个牌子去那个拿个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牌子，然后去饭馆里面给大家照一下。我长这副德性，谁会给我钱呢？是不是？也不会有人给我钱了，对不对？要找老头老大妈肯定有钱。老实讲的，没有人给我钱，这还有我去抢劫的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好，中国它已经取得了这样子的航运的一个优先实力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变成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新石油战争。这个新石油战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包含了俄罗斯现在普丁在出访之后，他首先去了伊朗啊，而且他现在俄罗斯跟中东啊去达成了新的阵线，他们要确保这个石油美元的问题可以被淘汰掉之外，他们要进一步的去影响这个油价。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两边加起来，两边支持大于第三边，这样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俄罗斯加上了这个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链加起来，它是可以超过美国的影响力的。所以说，之前美国跟欧洲啊一直企图什么样呢？当油价超过$60以上的时候，你不能够去跟俄罗斯买一桶$60以上的石油。但这个态度有没有办法成真呢？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知道，从这个政策一出来啊，在欧洲广为宣传之后，这个政策从来没有生效过，从来没有生效过，因为油价就是这么高，对不对？大家一定会减产配合，因为你需要用到油，那么我当然要卖贵一点，是不是？我就减产。第一个，我减少我的消耗；第二个，增加我的收益。为什么不要呢？我成本可以降低，然后我收益可以提高。要是你干不干？你当然也是干。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了，包含了像日本发生什么事情呢？日本现在也是一样，去跟俄罗斯开始去进口石油。对各位，这个日本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为什么？因为日本啊，它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也是七国集团的成员国之一。它也曾经参与对俄罗斯的石油限价。所以说，当俄罗斯它现在要对日本的经济跟它的能源进行反扑的时候，日本就选择了怎么样恢复从俄罗斯开始进口石油。说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俄罗斯啊，跟沙特阿拉伯、跟沙特他们联手减产石油啊，那欧佩的跟他们的其他的国家都变成是说，那我们就跟俄罗斯来合作。那美国一直说啊，你一定要增产来让石油价降下来，因为要救美国自己的通膨嘛。那这个算盘就被打爆了。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两边吃的大于第三边。所以老师在过去一直跟各位讲过，世界一定会分裂成4个势力的取向。哪4个呢？欧洲、美洲，还有俄罗斯以及中国。那中国带出来一带一路就包含了中东那些国家，因为它是泛亚洲嘛。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好，这4国东西就变成是说，至少俄罗斯跟中东他们已经达成战线了，他们这个三角形的一个环状里面，那么就可以去制约美国。而这个东西，他们当然也是说，普丁是冒着生命危险坐了飞机，然后去到中东去访问，第一个访问伊朗嘛，然后接下来要访问到其他中东的细节。所以是说啊，就包含了德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就已经在预测什么呢？普丁跟欧佩的这些国家去做了联手之后，石油美元就要成为历史。石油美元成为历史，也就是说这个美国的经济霸权从这个地方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危险。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了他们减产要让石油价提升之后，中国是反其道而行的。什么意思呢？中国啊，他现在要求的是什么？他去在跟俄罗斯去合建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中国要停止投资。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个叫他们认为是说，他们单方面认为是说，俄罗斯不但应该单方面的去负担你建设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天然气管线到中国这一段的成本之外，而且中国还要让那个俄罗斯去怎么样去加大对中国销售天然气的折扣。
哦，各位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中国它的取得的那个天然气的成本啊，其实是比较低的。俄罗斯去卖给欧洲的成本是中国的售价的1.77倍，哦，就是差蛮多的啦，它是涨价幅度是比较高的。等于是说啊，它给中国的这个每千立方的天然气啊，它是271.6美元，但是呢，它需要明年的折扣可以再更低，再怎么样呢？再折到46%，就再打个对折吧。所以是说啊，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欧洲跟土耳其，它是每千立方公尺就是每千立方米的天然气啊，它是481.7，中国只要271.6，那中国还要降更低。哦，那这个状况，这个当然就是说你们也就打折打到骨折去了，那俄罗斯会同意吗？诶，还别说，这个还真有可能有切商的空间。但是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哦，老师这边跟各位说个老师个人的看法哦，这个就没有实据了哦，这个是一个老师观察到一个说法哦，是真的我就跟你讲，我有依据。那这个下来的是老师个人的看法啊，各位就听着就好，好吗？因为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它是必须要经过蒙古，蒙古点头之后，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才能开始建设。但是蒙古现在的态度跟他们政府态度是比较摇摆的，哦，他希望能够从俄罗斯、美国跟那个中国之间这三方里面得到他想要的利益，啊，当然这是合理的啊。蒙古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想三边得利，那是他应该得到的事情。不要说他蒙古人以前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那是以前啊，不要讲那以前的事情。德州以前是墨西哥的嘞，那美国会还他吗？不会嘛，对不对？你个不知道吗？美国德州以前是那个德州跟加州以前的是墨西哥的领土哦，可能不知道哦。所以说就发生这件事情，就是说蒙古的立场会让中国开始摇摆，说我花这么多钱，哪天蒙古搞一些真的不听话的时候，那么我投资不是完蛋了吗？所以叫俄罗斯去注资在这个钱的时候，你蒙古想翻脸，那么俄罗斯就没有这么好商量了，因为俄罗斯跟美国本来就不对付。所以说，如果你因为美国去冲到俄罗斯的出了钱去盖了这个西伯利亚2号的管线的话，那蒙古所要得到的这些苦头啊，可能会比得罪中国还要来得多。因为毕竟中国啊，现在外交走的是和睦的路线，你和睦的路线，你当然就比较不可能太激烈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看到最近在中国，它是比较大的外交上的对抗，就在南海哦，其他地方其实就还好，包含缅甸都还好。今天不知道来不及来讲到缅甸。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中国现在的这个态度是在什么地方呢？中国，你既然你是很需要这些能源的稳定，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俄罗斯提出了看起来根本就不合理的能源折扣？他是卖给你已经比别人低一半了，那还希望你明年再便宜一半，这个合不合理呢？我们听起来是不合理，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回到我们上一段我们讲到的事情，当中国你有核动力的货柜船的时候，那么你对能源的需求跟自主性就会越来越高，因为你消耗变少了。海运它跟工业他们所消耗的能源一定是高的，那这也变成是说，中国跟俄罗斯所签订的这些能源的协议跟合约，它一签不是跟我们去租房子一样，我一次跟你签3个月、半年或1年的时间，那么一签都是长年期的合约，你中途要变更是不可能的啊，除非你两国重新协商，那就是大工程了，那一来一往可能又花了半年、1年去。所以说，这种国际的之间的能源的合约啊，比如说中国跟伊朗，哦，他们一签就签10年，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他们认为这个东西一定要长期的稳定的价格，所以他们要签10年啊。比如说中国跟美国买一些大豆，那之前美国的一些通膨率很高的时候，那美国跟中国签好合约的这些第一阶段的采购协议，他还是得用原价去卖给他，包含石油也是一样。所以一签就签长约，连美国都没有批条，都是这个原因。那么今天西伯利亚力量2号，它今天所供应的这些东西，中国如果要求打折，那就势必的我们可以去预见，中国的能源自主性，它的来到一定可能在10年之内，它就达到高度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它现在所做的事情，可能让它在10年之内就达成了高度的能源自主性。也就是它的核电厂可能会盖的比我们之前所预期来的快。你可能不需要15年，也不需要10年，你可能5、6年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中国人遍地开花了很多省级的核电厂。所以省级就是它那个是小型的反应炉，它专门供你这一省使用的。
好，你说人口多的我就盖大一点的，人口小的那我就盖小一点的。那专攻你这一省，然后用电的这个核电厂群啊，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核心群。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用到的天然气就会用的比较少，因为天然气可以用来干什么？火力发电，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天然气还可以来做火力发电，还有百姓的煮饭那些用到的是天然气，但是用最大宗的还是在工业，就是发电的这个方面。所以是说，当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北溪2号被炸断的时候，1号、2号被炸断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德国他们烤面包都成了问题。为什么？因为没有天然气啊，没有天然气你发不了电，那你也没办法用天然气的烤箱，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一个能源上的危机。所以说，当中国你要去这样子血杀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价格的时候，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中国它的能源自主性将会变得很强大。那这个东西呢，就会发现到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度将会是全世界最高的，因为它的能源自主性高了，它连货运都自主性高了。而且各位还要注意到第二件事情，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把那个留到下个礼拜讲，这样不然下礼拜你没有题目了，对不对？所以说我现在还是跟各位讲一下，各位要去注意到，中国在这些能源可以自主之后，他们的高精尖的科技也包含了光刻机。光刻机这个东西哦，不可能永远都是爱斯摩尔去拿到的。中国这几年之内一定完全可以克服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蘑菇云开太大朵了。蘑菇云是什么？我们刚才第一节所讲到的，这个人力的蘑菇云，这个百姓的智慧的蘑菇云，他们开的太大了。好，一年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你要做出个光刻机，那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爱斯摩尔的光刻机也是靠了3年、5年、10年的时间堆积出来的，而且也是这10年才开始红火的。它之前只是一家小公司而已，好吗？因为之前的高精尖的用不到那么多的晶片，对不对？那中国再给它几年的时间，它并不需要3、50年的时间，也不要5年或10年的时间，它可能3年、5年以内，它就可以做出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最顶尖的光刻机。而光刻机，我们在之前台湾的案例所讲到了，光刻机需要的是巨量的能源，各位要听清楚，是巨量的能源。我们回到中国15年前，随时随地还会停电的。各位你要知道，中国以前无论是昆山，无论是一些工业城市啊，广西，那可能3天5天要停一次电，工业区可能要先停一次电的，是随机停电的。各位可能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哦，以前台湾人去那边开工厂，最痛苦就是停电，对不对？砰，给你电就给你断了，为什么？不管你，反正就停电，怎么的？就是你停电，为什么？因为电力不够。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它有这个核能的时候，它包含它的天然气或什么东西能源，它都去仰赖外在能源就不这么高的时候，它就可以去大量的去盖这些的能源厂，然后那个辅助这些高科技的厂。然后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可能也可以透过他们未来的类似无线充电，比如停车场你不插这个东西了，你就地底上一个磁圈，啊，直接给你做无线充电。这个各位不要说不可能，然后停车场变成无线充电这个事情，在中国迟早发生的。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一定会做出来的？我们用时间来验证。各位，陈老师绝对不怕各位来验证我所讲过的话。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讲话神棍乱讲话，我告诉你，我所讲的话绝对经得起各位来验证，不一定全对，但是我说80%总会有机会的，好吗？哦，好嚣张，为什么？因为各位要知道，新能源车里面，中国新能源车里面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它的电力跟它的一个里面的电机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什么音响啊、什么东西、导航之类的东西。最重要的事情是自动驾驶。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有讲过，中国的自动驾驶现在达到 L3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达到 L5、L4、L5，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网络。你不可能今天你要去开一个智慧型的汽车，然后你打开手机网络按分享热点，然后这个车就可以开始帮你导航，帮你安排好吧？不可能，对不对？如果你全部都变成 L4、L5的状况之下，就变成人不去驾驶这台汽车。人不驾驶汽车的时候，请问一下，人类除了上车跟下车之外，你还会去保养汽车吗？不会，就变成什么？变成是说，我们在遥控它来跟它回去的时候，它一在休止在路边停车或者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充电，而且不是人去充电，而是地底下就有线圈，然后跟汽车电子开始进行了充电，就是汽车无线充电。说不可能的，手机以前都要插电，而且还把最早期的，对不对？那个摩托罗拉 CD928，是不是？你还得把电池拿下来，拿去充电，来铝充，对不对？还有万能充，对，时代的眼泪，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确定它后面的能源所供应之后，
他们的这些包含了你的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也包含了他们现在中国在推的他们自己的类似他们自己的星链计划，都会变成由这些能源来驱动这些的科技快速的发展。那么请问一下，现在全世界的经济的变化是不是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革新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说历史的革新，我们要看到的是机遇，机遇在哪里？在人的需求这一面，我们无法去攀上高精尖，因为我们没有人口红利。你要人口红利，你才有办法爬到高精尖，就是这么简单，筛选出来的嘛，对不对？就像老师之前看过一个中国的一个电视剧，还没看完，我看前面几集我就没有办法看了，因为太忙了。那个叫什么？叫什么？什么鸡毛飞上天了、对不对？鸡毛飞上天，他从练堂的开始，然后后来做生意做到发财。是不是鸡毛飞上天？应该是他的名字应该是这个。还有之前那个什么大秦易商，那年花开月正圆，对不对？他们也是跟各位去，其实各位有认真去看的话，其实里面很多东西是可以学习的，就是什么机遇。你把机遇抓住了，你把时机看清楚了，其实很多事情小到你自己安家立业，大到你发家致富，这些都是可能，而且是不那么难可以得到的一个事情，好吗？好，再讲下去讲不完了，所以说我们后面自己留到后面去讲，好吗？不然下礼拜我要讲什么？留点话题下个礼拜讲，好吗？来看各位什么问题哈？看各位什么问题哈？合作其实会有的哈。女儿在南京艺术学院学钢琴，这也是将来是鹤群职业吧？比较难哦，就说白了，这个比较难。然后你要做钢琴专业的话，你就只能当第一个你当演奏家，这个是凤毛麟角；第二个你就只能当音乐老师。所以说你家里有钱，你不怕培养他，让他自由去活，你只要买个房子给他，他大概这一辈子都可以活下去，那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他变成顶尖的人才，那真的是他必须变成演奏家，那他上面花的时间就不是兴趣了。我跟你说一下，真的是技术是练出来的，他每一天至少10个小时的时间在琴前面，他才有可能变成顶尖的音乐家。啊，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然后一天至少10个小时都在这把琴上面，他才有办法。哦，所以说，如果是说你只是兴趣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兴趣是可以，那他的收入就是音乐老师1个小时的收入，有名的跟没有名的差别，或者给别人伴奏。所以说你要当顶尖的演奏家，比如说像拉小提琴的马友友，对不对？人家也是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所以演奏家他是凤毛麟角，但是呢，求生存可能还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比较不是这么多人所需要的啊。主要因为你现在少子化，你要去开那个什么钢琴演奏的教学啊，那个也比较难，因为现在学生没有这么多了，好吗？不好意思哦，你这样讲我就这么讲吧，好吧？赖清德会当选吗？老师这边预测赖清德是比较难哈，应该理论上是侯友宜哈，我们之前讲过了，好吗？明天日本地震哈，日本地震这个事情老师已经不想讲了啊，不然老师让大家恐慌说，老师后来现在听到声音我也不讲了，好不好？这个我们还是讲些好的吧。哦，老师也不希望各位恐慌了，其实这个不是很好，老师还是有点影响力了，让大家害怕恐慌，这不是我的一个想法。好，感谢 Jeff 先赞助，感谢 Jeff 先赞助，谢谢，好，再感谢大家有钱捧钱场，有人捧人场，非常感谢各位给老师支持与爱护，好吗？哦，来充电宝，核能充电宝一保用一生哈，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充电区还是会有的，好吗？我们省的电以前都原上海，然后我们他那天没电，保证工业，我看工厂都被停电了，好吗？我说还得进一步，现在国内的电不错哈，都到处入库找停车位。那个网络其实基本上它是在于你谁提供它网络，而不是你的演算速度。各位，你现在所知道这些什么汽车的导航这些都是低端技术，它不是真的尖端技术。这个技术最难的地方是在于你网络有没有办法给汽车使用。你现在只能像特斯拉他们之前所放弃的雷达感应，到现在变成视觉的判断。为什么？因为雷达感应你不一定能够看出来它是真的什么东西，但是视觉它可以透过资料库的比对，它可以判断出这个是交通锥，那么还是路灯还是什么。就像之前有的很有趣的怎么样呢？你车开到墓园那边，你发现很多人在旁边走，没有，那是他认为墓碑的高度可能跟个人差不多，他就判断是人，因为他不是用那个摄影系统去感应。那特斯拉的这个严格，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它现在是用视觉系统，而不是像过去早期它是用雷达系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判断这些东西，你个体的资料库是有限的，你要提升这些资料库，就必须你要提供它网络。那么，当中国的未来的6G 或7G 变成卫星提供给百姓日常基础的网络服务的时候，我告诉你，所谓的自动化时代，你想挡都挡不住，好吗？
2024经济会出现萧条吗？最开始不是讲了，我记得好像讲过了嘛，是部分国家会，但是大部分不会，好吗？接下来大部分不会，亚洲地方你不用担心啊，那你是美国或欧洲，你就要稍微担心那么一滴滴了啊，他们经济不会太好，好吗？西方经济你很客观的跟你讲，它不会太好。好，感谢 David Wang，感谢 David Wang 赞助哈，感谢大家的赞助哈，然后我们赶快把下一个讲完，不然真的讲不完。我本来想讲缅甸的哈，但是缅甸这个状况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我们现在讲讲这比较让导师有点怎么讲，心中有一点想法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本来还可以讲一些日本的经济，不过下礼拜再讲吧，因为太多了，讲不完。我们先讲一下，在台湾现在这个状况，刚才有人讲到了选举这个东西哈，说台湾这2天呢，我们的教育部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怎么样呢？在我们的一个中学的过程之中啊，本来只要念30篇古文，现在削减到15篇的古文。这个事情让老师觉得可以讨论的地方，老师不是完全反对了。毕竟文言文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说日常我们用得到的。那当然，这个东西是一个文化的底蕴。所以台湾现在比较让人家所愤慨的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学童的所有的教育里面，我们对基础的一些素养，还有它的文化的传承，我们的政府是不断的把它削弱下去。我们在台湾呢，我们在说到这个削减这个古文的时候啊，大部分很多人就跳出来说，哎，古文本来应该消除，我们应该加强学英文，加强学英文。对，学英文干嘛？学英文干嘛？学英文当然很有用了。比如说金玲老师，他的英文真是下叫，对不对？之前有一个人来给他考验说，我请你来做我们 AI 演讲啊，但是你只要全英文哦，啊，你要行吗？你行不行啊？金玲老师很冷笑，你说什么？说他可以全英文去讲 AI 的制度跟 AI 的变化啊，全英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的竞争力是比别人还来得高。所以说你多语言一定是有多竞争力，这个老师没有意见。但是问题是，未来的世界我们要洞悉它的这个趋势跟潮流。未来的语言对人类来讲并不是障碍。各位，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未来科幻里面都讲到是说，我们所有以后都是心电感应，对不对？然后我们不用讲那么玄的东西，我们就说你戴的耳机，你就可以做即时翻译，现在都已经可以做到了时间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即时翻译、语音翻译现在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你甚至只要带一个可能台币几千块的东西，你就可以去世界各地。你要买什么，你直接翻译过来给他听，他讲什么，他直接翻译给你听。他想骗你或做什么事情是有困难的，因为他可以即时翻译，而且他还可以更新他的数据库。世界各国各种语言都有，不是只有中日韩啊，或是英文，对不对？你是阿拉伯文都可以，对不对？缅甸文都可以，泰文也可以，是不是？那哪怕是这种冰岛文你都可以，还有世界文都可以。比如说吧，老师这个节目啊，现在有时候都会放字幕，对不对？放了字幕，你们就可以按自动翻译。还有一个东西叫世界文，你都可以变成世界文，还有客家文啊。你有兴趣你自己按翻译吧，老师就不提供了啊。老师只提供中文、英文跟日文，然后我也只帮你各位去处理一下而已。所以说你现在要去做的事情，其实现在我们的政府要做的事情变成文化清洗啊。讲这个可能我要被限流了，但是这个事情老师真的觉得是还蛮反感的事情，就是说，当你把文化底蕴消除了，但是你没有其他的去增强的时候，我们只是去走欧美国家愚民化的老路。所以愚民化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我不需要太懂这些文化，我只要能够日常沟通就可以了，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机器。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比如说老师有些贵客，他是什么？他是古英语的教授，或是呢，你是一个这个什么那古文学的教授，在英国、在美国都有啊。老师很多贵客，他们的知识水准啊，真是比老师高了不知道是几百层楼那么高，对不对？那个是铁线拳只有几层楼那么高，但那些贵客他们的文化水准比老师高几百层楼。那日本你是不是也要学也是要学排句，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古日文啊，他们的一些文化？但是不是我们在台湾，我们是完全去文化，你只要会懂得沟通，可能什么都没有问题。那这样状况之下，我们台湾就兴起了什么类似的破四旧，然后你只要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我们尽量的消减，我们尽量的减少，对不对？让大家用最直白的啊，我们不要思考太多，什么子曰私语的，我们都不要。这是不是好事？各位，这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简化，比如说中文字从繁体字变成简体字，好不好？它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你书写简单了，那文字是可以进化的。教育可不可以简化？教育是要简化的。你不是每一个人在高中都要学微积分，也不是都要学圆周率，对不对？这个当然从教育方面我们也可以简化，但是文化这件事情是一个民族你的立业之本，你的立国之本，你的所有的一个种族的根源就在你这个文化。中国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文化，但是我们没有见到它的文化被特意的被去抹消。
是不是？我们今天在中国以外就让我们大声讲，人家说中国是独裁共产党，独裁，对不对？你要毁灭文化。请问一下，维吾尔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它消失了吗？维吾尔族它有自己的一个文化，它消失了吗？蒙古族、满人，就算连满清的后代，他们还是可以维持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满语，只是现在会满语的满人不多了哦，会满语的满人不多了。老师上次去北京的时候遇到一个导游，他就是满人，对不对？然后他写几个满字，但大部分都忘记了。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文化是在美国最稀有的东西，那现在在台湾也要越来越稀有了。但是这个事情会维持多久，我不知道。但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开始消灭文化的时候，这个战争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因为代表你要跟我完全切割了，这个会影响到了，就是未来台海战争，它可能会加进时间的一个危险。为什么？因为他在中国的角度而言，收台湾那是他们要做的事情，而你现在去中国化，你是不是就等于是说我要赶快动手？如果我不赶快动手，我们彼此民族的文化认同度就会越来越低。那么你是不是就叫我提早出手呢？所以说，我们不晓得这个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在选举过程之中，或是在两岸的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倒行逆施的一个行动。这不仅仅是弱化我们儿童下一代的对自我文化的认知跟文化底蕴的强度，而且也是要让我们的经济随之而来的会倒退。为什么？因为你文化变少了，你要怎么创新？有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东西是影响很深的，好吗？好，最后5分钟我们讲了这一些啊，但是也不好意思啊，这个5分钟其实老师觉得是很要讲的啦，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吗？明天股市怎么样？你问我是算命的哈，不是其他的，你问别人吧，好吗？哦，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哈，那还是讲一下哈，老师从明天开始，老师要去上海跟浙江那边一趟，也在杭州那边一趟哦。所以是说我下周都不在台湾，所以说我们现场的预约啊，不好意思啊，老师都一一的请你们改成线上的咨询啊，或者是说等老师回来我们在现场咨询啊，不好意思，老师人不在嘛，那个你来我也没人在，是不是？那就没办法了。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点灯法会哈，那国际版的可以用银联卡，所以说如果你急着先报名，怕自己忘记的，那你可以先在国际版报名。那下周我想尽办法把这个支付宝版的我们把它做出来。好，现在这个技术性上老师是遇到了，是真的很抱歉。那第三个就是榴莲批算服务哈，还没有报的啊，不要怕，现在老师大部分99%都已经交案了啊，拼了命的把它做完，不然我出去出差的时候延迟到各位怎么办？说尽可能的从早到我都来批榴莲，但是从这批榴莲里面呢，老师还感谢各位哦，从2019、2020、2021、2022到2023批到2024，老师非常感谢各位的长期的来的支持，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以及这几年的支持，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